如果贪污在朝鲜被发现，就是死刑，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不例外。2014年，朝鲜平壤的一座高级公寓坍塌，500多名受害者遇难。经过警局调查后发现，竟是工作人员私自偷运建筑材料，导致了工程豆腐渣。几名工程负责人因此被全部枪决，让人不得不感叹朝鲜的反贪严苛。那么，为何朝鲜会如此重视反腐呢？金正恩上台后就开始大力整治国内的腐败现象。彼时的承泽因身居高位多年，再加上丰富的政治资源，因此贪污了国家公款多年也没被发现。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他认为哪怕金正恩知道了，也不敢将他怎么样。可金正恩的雷厉风行却让外界大吃一惊。2013年，通过收集到的所有关于张承泽贪污犯罪的证据，金正恩的姑父张成被迅速逮捕入狱，并在开庭审理后被判死刑。此事一出，不仅在朝鲜国内引起轰动，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年轻的领导人。那么金正恩为何如此积极反腐呢？朝鲜如此致力于反腐的目的，主要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。2020年，金正恩为了改善民众医疗条件，打算扩建平壤医院，准备打造一所高水平医院，并且为此还购买了不少医疗设备。可当他去医院视察时，发现工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，而且所使用的材料也非常低劣。要知道，医院可是关乎民众的，如果弄成豆腐渣工程，不用想都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影响。直到询问相关负责人后，才得知，竟是因为有相关的官员侵吞公款，导致工程质量无法达标，就连工人的薪资也只能发一半。这样的结果让金正恩十分愤怒，下令直接把相关人员全部换掉，并且处以法律制裁。至于他们最终的结果如何，看张承泽的下场就知道了。那么，除了整治贪污行为的手段，金正恩还有哪些预防贪污的措施呢？朝鲜为什么没人敢贪污？只要发现就能直接枪毙，皇亲国戚也能不例外。金正恩本来成立过许多反贪调查小组，但均收效甚微，因为某些官员位高权重，给调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。金正恩对此另辟蹊径，直接进行货币改革，废除旧币制度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朝鲜民众就要用旧币换新币，兑款比率为1:100，上限为10万。因为朝鲜的福利政策很多，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没什么影响，但对于那些持有大量旧币的贪官们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只要敢大批量兑换，那么就能查到贪官。可如果不换，这些旧币等于废纸了。这招不可谓不英明。除此之外，金正恩还在全国建立了反贪污监察体系，所有民众都可以匿名举报贪官，举报人的信息将会受到严格的保密。这种监察体系的实行，大大刺激了民众反贪的意识与参与感，全国上下也自此开始掀起了一股反贪热潮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评论区留言讨论。